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5月21日晚间19点25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眼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昨天呢虽然出现了一个新低，但快速收回，最后呢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了0.03%啊，涨幅是非常微弱的，而且在实际盘面上是一根阴线，我要说，但这轮行情啊，道琼斯工业指数走出了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在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目前处在一个日线级别切换的一个过程当中，同时呢，周线级别均线这里处在一个120周均线的这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上。这个位置呢，我认为行情还有出现反弹的可能性啊。我们知道周线级别和日线级别这两个时间级别呢，作为方向来说会有多空的切换啊。比如说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容易切换到日线反弹。那这轮行情呢，日线反弹，在这轮行情当中，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日线反弹还没有开始，所以我认为在非常重要的支撑线这里，也就是120周均线这个位置上容易出现反弹，这个反弹的可能性还非常大只要不持续的跌破31000点。这个31000点是我前面行情当中说的一个目标位，最终到达了之后，这里处在一个120周均线的支撑线上。在这个线的附近就有可能发生反弹那我认为比特币和道琼斯工业指数它们两个有相关性如果道琼斯工业指数在下周能够发生日线级别的反弹那比特币的这轮行情反弹就会继续。然后我们把行情切到比特币我为什么说这轮行情呢？在周线下跌之后有4小时级别到日线的反弹呢？比特币在这里我们看比特币上轮行情从最高点69198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有一根阴线在11月份发生。那这根阴线呢，在周线级别上这根阴线呢叫悟空阴线后面的这根呢是悟空阴线要杀死的妖怪这两根阴线呢组成了悟空阴线组。然后我们继续画听我的课一定要看图我们继续看悟空阴线组走出来之后，走8阶阴线组这一组呢是8阶阴线组。第一根阴线呢是8阶实体阴线部分后面围绕8阶阴线，它们的震荡呢，我认为是8阶要杀死的妖怪，最终呢组成一组8阶的阴线组。然后呢是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组。你看上一轮完整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发生了一轮反弹这轮反弹呢，高点我们看到48000美金附近上一轮行情周线级别下跌西游，日线级别反弹。那这轮行情呢，我们在4月4日这周出现了悟空阴线，然后和上一轮行情一样的是走出了周线级别下跌西游。我们看到这里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已经完成了上一轮是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日线级别的反弹。那么这一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有没有反弹呢？尚未出现日线级别的反弹我们回到这里回到这个我画的结构图里我们仔细看这里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没有出现哪怕是4小时级别的反弹这个是不正常的是非常不正常的。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首先4小时级别上出现了悟空阳线组，非常弱势的一组悟空阳线，然后是8阶阳线。那目前所有的震荡都处在8阶阳线所要杀死的妖怪当中你要理解这个话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我们有个预期是日线级别反弹。那我再退一步有可能发生4小时级别反弹。那么行情现在没有出现这个反弹没有出现这个反弹，就不是我们入场空单的这个位置。那昨天我说了昨天在行情当中可以进场一个小的观察仓。为什么做一个小的观察仓呢？因为美股出现了一个新低在分时上出现了一个新低，我担心它直接干下去，对吧？结果它反弹了，但是你的这个观察仓在这个位置上建立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建观察仓呢？
因为行情是震荡的，你没有仓位的话，你和行情就没有发生关系。只有你的资产和行情发生关系之后，你才能更容易去理解这个行情啊，更能懂得行情的波动。那在这个位置上啊，我认为可以有观察仓啊，但是这个观察仓还得是开空单啊。但是呢，我们还要有这个反弹的预期。为什么说还要有呢？因为新低已经在26591出现，这个新低的出现呢是周线级别的，周线级别我认为是非常残酷的一场下跌。这个插针式周线新低出现之后，就有可能做最起码的是4小时级别反弹，甚至它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不断的接近26591这个低点，我也认为它仍然有可能做这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甚至是日线级别的反弹啊，这个是规律啊。周线下跌之后，它很多时候啊再次不断的探底诱空啊，诱导空单进场之后，然后通过拉升啊绞杀你的仓位啊，所以呢，我认为在这种条件下啊，耐心等待同时可以建立一个观察仓啊，耐心等待到什么位置呢？我认为是33000美金啊。前面我反复的说了啊，周线级别波谷连线在33000美金形成了一个支撑，这个支撑呢是从去年1月份延伸过来的，跌破之后呢变成阻力，所以呢4小时级别的反弹目标位是33000美金，同时呢上方有一个下跌过程当中的一个八阶位啊，那个位置是35000美金，我认为布局空单更合理的位置是33000到35000这个区间啊，在这个区间布局空单啊。当前时间点仍然处在震荡过程当中，昨天这个道琼斯工业指数下杀啊，并没有带动比特币的快速重新出现一个新低的行情，所以呢，行情在这里震荡盘整，就给了多头一些机会，但多头的机会不是我们做顺势而为单子的机会，我认为是多头给我们的机会是给了我们空头的一个位置。啊，在行情当中，我反复提及只有3个东西啊，趋势是下跌的，那位置是反弹到33000到35000啊，然后布局你的仓位。如果你实在挺不住心痒的话啊，我昨天在 Telegram 群里面也说了啊，建立一个观察仓，观察着，耐心等待啊，耐心等待，不要受行情震荡的影响啊。现在行情是处在一个震荡区间啊，行情在90%以上的时间都是震荡啊，只有10%的时间是快速拉升和快速下杀啊。震荡的时间啊，一定要忍得住耐心啊，忍得住耐心啊，只有耐心才能在这个行情来的时候啊，获得更多的利润。然后以太坊这里啊，同比特币类似的是前面这一轮呢，它也发生了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然后日线级别反弹。那这一轮呢，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已经发生之后，我认为起码会有4小时级别的反弹。目前来看啊，4小时级别反弹还没有发生出来，同时呢，它出现了一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收敛三角形，在近焦点这个位置上发生了跌破，然后近焦点这个位置发生跌破之后，焦点位有一个吸引力的作用啊，把它吸引回来。然后昨天行情随着美股又下杀回来，但是这个位置呢仍然有机会反弹上去。如果发生4小时级别反弹呢，它的目标位是2280啊。昨天说是2300，今天2280，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下跌趋势线形成的压力位啊。这个下跌趋势线呢是红色线波峰连线连接过来的。啊，前面下跌过程当中，从高点下跌过程当中，波峰连线连接过来的，位于2280啊。如果发生4小时级别反弹，2280是目标位，同时也是一个第一个仓位做空的位置。然后上方如果发生日线级别的反弹，目标位就要达到2600美金附近。2600美金附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啊，这个压力是从去年1月份过来的，这就不重复说了啊，昨天已经说过了。然后呢，如果对这个比特币和以太坊这个分型结构不太理解的话，你可以看一下 BTC 啊 BNB 的这个结构。BNB 的这个结构呢走的非常规律。首先呢，我们可以在去年11月15日啊这一周呢当做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你看走势非常规律，这一组阴线呢都构成悟空阴线所要杀死的妖怪。
它们几个呢构成了悟空阴线组，然后是八阶阴线组，八阶阴线组是由这两根构成的，然后是沙僧阴线组，沙僧阴线组走的比较复杂，比较震荡，然后是唐僧阴线组啊。你看啊，它周线级别走的非常规律啊，相对来说规律。你看周线级别下跌之后，我们认为的4小时级别反弹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5月12日啊，5月12日16点啊，这里有一个悟空阳线，这一组形成了悟空阳线组，然后是八阶阳线组。你看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它的八阶阳线走的异常突出，走出八阶阳线之后来回做这个震荡，后面的围绕八阶阳线的震荡，我们看到了都是在八阶阳线的势力范围，这样呢，你就可以认为是4小时级别反弹西游的两个人物已经走出来了，后面还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完成4小时级别的反弹西游啊，这样你就容易理解了，因为它走势非常规则啊，结构非常明显，可以一眼就看出来啊。所以说呢 ，BNB 走的是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的4小时级别反弹。啊，但是它的4小时级别反弹呢，我们和这个比特币和以太坊同样只看到了悟空阳线组和八阶阳线组啊，所以呢，同样的是都会有机会啊，都会有4小时级别的反弹机会。同时呢，我认为 BNB 啊4小时级别反弹如果发生的话，能够到达$360啊，能够到达$360，形成4小时级别的反弹西游啊。这个反弹西游呢，和比特币和以太坊啊是对应的啊，是对应的。我都认为他们会有这样的反弹，只有出现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啊，在压力位附近才是我们做空的一个时间点啊。那现在说一下山寨币啊。首先说 GMT 啊，这是非常有标志性的啊，它是2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啊，2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中间伴随4小时级别调整啊，还有这个黄色线这里是4小时级别调整，然后第3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了悟空阳线和八阶阳线组，然后它结束了，结束之后做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完成之后发生了4小时级别的反弹啊，我们看啊，这里的反弹是4小时级别的，4小时级别反弹完成之后啊，这个时间级别要强于比特币和以太坊啊，因为比特币和以太坊只完成了小时线的反弹，那 GMT 啊这里出现了4小时级别反弹，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啊，伴随比特币和以太坊出现了一个收敛震荡结构。这个结构呢，目前还没有跌破，没有跌破就有可能发生上行啊，继续上行。如果它能发生继续的反弹，冲高冲破了$1.7，就会发生什么呢？就会发生提前于比特币和以太坊的日线级别的反弹。那日线级别反弹的目标位，我们认为是在$2.5附近啊，认为是在这里。它是提前于比特币做了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如果比特币出现4小时级别的反弹的话，啊，比特币目前是小时线反弹，如果比特币的反弹时间级别升级了之后啊，它会出现4小时级别的反弹，比特币会出现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么 GMT 这里就会出现日线级别的反弹的目标位，它在$2.5附近。啊，当前这个结构啊是小时线的一个收敛结构啊，我们看图啊是小时线的一个震荡收敛结构啊，在这里啊白色线画出来了，收敛结构，我们认为啊近焦点的这个位置是容易发生变盘的位置啊，目前来看很快就要到近焦点这个附近了啊，今天是21号，我们看焦点位大概是在24号，那我们认为它22号和23号这2天是变盘非常容易发生的位置，同时啊也是周1周2啊美股开盘的日子啊，如果美股能站上120周均线发生急速的反弹啊，那 GMT 这里啊就有可能伴随比特币伴随美股啊出现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啊，因为 GMT APE 啊 GAL 这种在币安的山寨热度还在啊，所以呢它在完成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做了小时线收敛结构这个过程当中，结构性调整结束之后啊，还有可能出现日线级别的反弹啊，这是大概率可能会发生的。所以呢，在行情当中，我们参与现货的这里啊，在这里呢，参与现货的朋友一定要关注。我
不建议玩这个 GMT-APE 这种合约啊，因为它波动确实很大啊，合约容易爆仓。那现货呢是可以参与的啊，现货参与的话，你一定要设置一个止损啊，如果1.34进场的话，止损要设置在1.15美金附近。然后呢，最近有一个活动是 Bitgate 交易所和我们 K 线西欧战法的一个活动，在这个活动下面啊，通过我的链接啊，我在个人主页上有一个链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我的简介里面可以找到这个链接，找到这个链接之后啊，通过注册就可以获得180美金的回报啊。180美金是怎么回来的呢？是如果发生任意一笔交易啊，在 Bitgate 交易所我的链接下啊，有任意一笔交易就可以获得30美金。如果充值1500美金的话，可以返还150美金的体验金。这个体验金可以用来交易，可以做合约，盈利的部分呢可以提现啊。这个活动是非常给力，日期很短，只有是5月20日啊，就是昨天开始的，昨天开始一直延续到6月19号。除了这个活动呢，它还有这个交易完成 KYC 认证，还有抵扣金，还有体验金4000美金的活动啊，这些活动都非常给力啊，各种体验金、抵扣金啊，都可以在这个我的链接下注册之后获得。然后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微信群或者 Telegram 群，感谢大家，再见。